关系崩了，击落伊朗无人机，美再派航母。全球围堵，俄命脉大破防，北约或直接出兵。乌疯狂反击，能源大战失控。俄猛攻受阻，克宫秘密计划曝光。美掐断生命线，古巴瘫痪。最新消息显示，白宫与五角大楼已正式宣布，乔治 ·H·W 布什号航空母舰及其航母打击群正驶向中东。在当前美伊关系迅速恶化的背景下，华盛顿这一动作非比寻常。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近期美伊之间紧张局势的快速升级，已迈入实质性交火阶段。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月3日，美军在阿拉伯海上空击落了一架试图接近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的伊朗无人机。这也是美军航母首次在公开场合确认对伊朗无人机实施直接火力打击。被击落的无人机型号为见证者139，这是伊朗近年来重点发展的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具备长达24小时的制空能力，可挂载4至8枚空地导弹，在伊朗无人机体系中属于高价值装备。美军方面透露，是林肯号航母舰载的 F-35C 隐身战斗机执行了拦截任务，并成功将其击落。随后，美军发言人对外证实了这一行动。德黑兰方面则承认确有一架无人机失联，但并未正面回应美军开火一事，仅强调该无人机是在公海空域执行合法侦察任务。伊朗同时宣称，无人机在失联前已成功将拍摄到的影像资料传回国内。无人机被击落的消息传出后，国际能源市场立即产生反应，油价短时间内上涨超过1美元，显示市场对中东安全形势高度警惕。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目前被视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军事力量之一，承担着威慑与快速反应任务。与此同时，伊朗国内局势同样紧张，当局近期对反政府示威采取强硬镇压措施，加剧了地区政治不稳定。特朗普上周表示，伊朗方面正认真参与谈判，而伊朗高级安全官员阿里·拉里贾尼也回应称，相关谈判安排正在推进。就在无人机事件发生数小时后，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出现紧张局面。美国军方透露，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出动多艘快艇，并配合一架莫哈杰尔无人机，试图拦截悬挂美国国旗的邮轮斯特纳因佩拉蒂夫号。伊朗方面通过无线电要求该船停机并接受登船检查，但邮轮船员未予理会，而是选择加速离开既定航线区域。随后，美军麦克弗尔号驱逐舰迅速靠近并实施护航，使局势逐渐降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机构也证实，在阿曼北部约16海里海域，确实有多艘武装船只试图拦截一艘商船。该机构表示，事件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分隔区，目前仍在进一步调查之中。伊朗方面则给出不同说法。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援引官员表态称，有船只未经许可进入伊朗海域，伊朗方面仅进行警告并促使其离开，并未发生严重冲突。霍尔木兹海峡一直被视为全球能源运输命脉，全球相当比例的石油与液化天然气需要经此通道运输。历史上，美伊关系每逢紧张升级，这一区域往往成为摩擦热点。在伊朗发动多次的挑衅之后，原定于周五举行的美伊会谈已被取消。路透社还称，伊朗已经公开划定红线，强调弹道导弹计划绝不纳入谈判，并明确拒绝削减或限制其中东最大规模之一的导弹力量。另外，据 CNN 报道，伊朗方面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并明确警告称，一旦美国对其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将以大规模导弹反击作为回应，目标可能直指以色列。报道称，伊朗计划在极端情况下发射多达500枚开伯尔弹道导弹。该型导弹据称射程可达2000公里，弹头重量约 1.5 吨，并具备搭载多弹头或分裂式弹头的潜在能力。同一时刻，白宫与五角大楼突然宣布，乔治 ·H·W 布什号航母打击群驶向中东。从战略层面看，这一部署首先是在强化对伊朗的军事威慑。当前美伊摩擦已经突破口头警告阶段，进入有限交火与实质对抗。美国通过增派航母打击群，向伊朗清晰展示其具备迅速扩大军事行动规模的能力。
航母打击群不仅包含航母本身，还包括导弹驱逐舰、巡洋舰、核潜艇以及舰载战机和电子战系统。一旦两支航母同时部署中东，美军即可在短时间内实施大规模空中与海上打击，这种存在本身就是强烈威慑。其次，这是美国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明确信号。伊朗革命卫队近期频繁使用快艇与无人机对商船施压，已经对全球能源市场造成心理冲击。通过航母前出部署，美国是在向国际社会和能源市场表态，华盛顿不会允许任何一方通过军事手段威胁这一关键航道的畅通。第三，这一行动同样具有安抚地区盟友的现实意义。美国在中东长期依赖与沙特、阿联酋、以色列、巴林等国构建的安全体系。当伊朗挑衅不断升级时，这些国家最关心的问题是美国是否仍愿意并有能力介入。航母打击群的到来等于向盟友确认，美国依旧是地区安全架构的核心支柱。从外交角度看，航母调动也可视为美国在谈判桌上的加压手段。历史上，美国经常在推进外交接触的同时强化军事存在，以迫使对手在谈判中让步。这种强制外交策略既保留谈判窗口，也明确画出红线，如果谈判失败，美军具备立即动用武力的现实能力。更重要的是，航母部署意味着美军正在为潜在冲突进行前置准备。航母打击群的远程调动并非象征性动作，而是作战能力的实质预制。一旦部署完成，美国即可随时执行空袭、封锁或区域防御任务。从更宏观的层面看，这一决定也反映出美国不愿在中东出现战略真空。华盛顿既要遏制伊朗通过无人机、导弹和代理人力量扩张影响力，也要确保能源供应稳定与自身全球战略布局不受冲击。美伊接下来是继续边谈边打，还是会走向更激烈的对抗？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俄乌战争仍在持续消耗双方资源，而美国近期推动的一系列能源与外交动作，正在对俄罗斯乃至其潜在盟友形成连锁压力。美国总统川普2月2日宣布，华盛顿已与印度总理莫迪达成新的贸易安排，印度将逐步停止向俄罗斯购买石油。外界普遍认为，这一决定对俄罗斯财政与战争能力具有重大冲击。能源出口长期是俄罗斯最重要的财政支柱之一，也是支撑其持续军事行动的关键资金来源。虽然部分国家仍维持对俄能源采购，但印度作为近年来俄罗斯石油的重要买家之一，其退出意味着莫斯科将失去一个关键收入渠道，也将进一步压缩俄罗斯在国际能源市场的回旋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与运输封锁也在加强。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近日扣押一艘驶往圣彼得堡的集装箱货船，尽管该船并未被列入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体系，但因船员全部为俄罗斯籍且目的地涉及俄方重要港口，仍遭到制裁措施。俄罗斯这边则试图通过扩大军火出口弥补经济与财政压力。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期表示，俄方计划在2025年向30多个国家交付军事装备，并透露去年武器出口为俄罗斯带来超过150亿美元外汇收入。俄方强调，这些资金不仅用于维持国防工业体系运转，还被投入到军工技术升级、扩大生产能力以及未来研发项目中。克里姆林宫方面也透露，俄罗斯目前正与约14个国家推进超过300项军事技术合作项目，试图通过军贸合作稳定外汇来源，并维持其国际军事影响力。不过，从整体结构来看，俄罗斯军火出口格局正在发生明显变化。随着西方制裁持续收紧，俄罗斯逐渐将出口重点转向非洲及部分难以获得西方武器装备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出口产品结构也在调整，航空系统、无人机及航天技术等项目比重明显提升，而传统装甲车辆与导弹系统的出口规模相较战前出现下降。这种调整虽然在短期内维持了订单规模，但也反映出俄罗斯军工产业正面临供应链与市场结构重组的挑战。与此同时，北约高层近期释放出一项引发强烈关注的信号。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表示，一旦俄乌冲突达成停火或和平协议，
北约部分成员国可能向乌克兰派遣军事力量。这一表态被外界视为西方阵营试图为战后乌克兰建立长期安全框架的重要构想，同时也再次触动俄罗斯高度敏感的安全神经。据相关报道，吕特在乌克兰议会发表讲话时提到，已有部分欧洲国家表达意愿，准备在战争结束后向乌克兰部署军队。他指出，这类部署不仅可能包括地面部队，还可能涵盖战机巡逻以及黑海方向的海上力量安排。吕特同时强调，美国将在整体安全架构中发挥关键支援与保障作用。当前，北约仍在持续协助乌克兰进行军事现代化建设，包括提供武器装备、训练部队以及提供情报支持。吕特表示，西方国家近年来已向乌克兰提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而未来讨论驻军方案，主要是为了在战争结束后为乌克兰提供更稳定的安全保障。然而，这一构想立即遭到俄罗斯方面的强烈反对。俄罗斯长期坚持认为，乌克兰试图加入北约以及北约东扩，是导致当前冲突爆发的重要根源之一。莫斯科在多次谈判与公开表态中提出，乌克兰必须保持军事中立，并放弃加入北约的战略目标，作为实现停火与和平协议的重要条件之一。俄方同时强调，如果乌克兰继续推进加入北约的政策，俄罗斯将继续通过军事手段维护自身安全利益。最新战况显示，俄罗斯对乌克兰能源系统发动了今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轮空袭行动，使双方围绕能源基础设施的对抗进入新一轮报复循环。当地时间2月3日夜间，俄罗斯军向基辅及多座重要城市发射超过500架无人机，并配合约65枚各型导弹实施攻击。袭击重点集中在乌克兰关键能源设施，尤其是承担冬季供暖任务的热电厂。乌克兰方面表示，基辅、哈尔科夫以及第聂伯罗等地的供暖系统遭受严重破坏，数十万居民在零下25度的严寒环境中失去供热保障，民生压力急剧上升。袭击发生时，北约秘书长吕特正好在基辅访问，并与乌克兰官员一同视察受损的能源设施。现场严重破坏情况进一步强化了北约对乌克兰防空能力需求的认知。吕特透露，自去年夏季以来，北约已向乌克兰提供了约 90% 的防空系统以及 75% 的导弹库存支援。乌军方面表示，当晚防空系统仍成功拦截部分来袭目标，包括拦截俄罗斯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显示防御体系仍具一定战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公开指责俄罗斯严重违反能源停火承诺。随后，乌克兰展开反击，乌军对俄罗斯边境地区别尔哥罗德发动夜间打击，当地一座热电厂发生爆炸，并引发大规模停电。现场流传画面显示，城市部分区域在爆炸后迅速陷入黑暗，电厂上空升起浓烟。除主电厂外，周边多座变电站亦遭到破坏，当地甚至出现断水现象。类似袭击还波及布良斯克和库尔斯克等俄边境重镇。除常规军事行动外，俄境内反对武装力量也有所活跃。据消息称，亲乌的俄罗斯自由军团在乌里扬诺夫斯克地区破坏一列俄军货运列车，试图扰乱俄方后勤补给体系，显示战线已延伸至俄罗斯本土纵深区域。另外，2月4日，俄罗斯坦波夫州米丘林斯克附近突发剧烈爆炸，一列满载燃料的货运列车在行驶过程中脱轨并迅速起火，现场火光冲天，浓烟甚至在数十公里外都清晰可见。事故造成约30节车厢严重受损，铁路运输被迫全面中断。该地点距离莫斯科仅约400至500公里，是俄罗斯向顿涅茨克、扎波罗热等南部前线输送燃料和弹药的重要物流枢纽。从地理位置和打击目标来看，这起事件基本被外界视为针对俄军后勤体系的一次军事攻击，矛头普遍指向乌克兰方面。与此同时，前线地面战斗同样激烈。俄军日前突然加强了哈尔科夫北部方向的攻势，对沃夫昌斯克发动猛烈进攻。乌军依托沃夫恰河防线展开顽强防守，并成功阻止俄军渡河企图。尽管俄军在该区域的突击未能取得突破，
但随着战事持续升温，这一方向对乌军兵力的消耗明显增加，前线对增援力量的需求也随之上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谢尔斯基近日对外表示，乌军长期存在的兵源短缺问题目前已基本缓解。不过，外界仍在关注乌军是否已经将此前储备的14个旅级战略预备队投入战场。一旦这些预备力量正式参战，可能对多条战线产生重要影响。在顿涅茨克战区的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战斗依然异常激烈。俄军一支骑兵排尝试发起冲锋，但在推进过程中遭到乌军无人机持续打击，整支部队被摧毁，无人幸存。与此同时，在波克罗夫斯克与胡里亚波尔之间的奥列克桑德里夫斯基方向，乌军展开反攻行动，并成功重新控制杰尔努瓦蒂和科索夫采沃2个居民点，进一步稳固了该区域的防御态势。南线扎波罗热战场同样出现新的变化，乌军在库班方向持续推进，目前已进入卢基亚尼夫斯克市中心区域，显示出南部战线的反攻力度正在增强。在军事战事之外，俄罗斯国内也出现新的政治与社会争议。近日，一份被称为克里姆林宫秘密计划的文件在网络上流传，引发部分民族主义阵营的强烈反弹。知名评论员 Maxim Kalashnikov 公开批评称，该计划可能动摇俄罗斯的民族认同基础。据相关爆料内容显示，俄罗斯政府或计划从全球贫困国家引入大量移民，以弥补国内劳动力短缺，并拨款约93亿卢布用于宣传所谓的多文化集体身份认同，试图推动社会结构转型。相关说法还提到，政府可能恢复与部分国家的直航航线，以便利劳动力流入。这一传闻迅速引发俄罗斯民族主义群体的激烈争论。部分批评者认为，若大量引入外来人口，可能削弱传统俄罗斯文化与民族结构，并将国家带入高度多元化治理模式。然而，这一计划目前尚未获得俄罗斯官方正式确认，相关内容仍停留在舆论与爆料层面。美洲地区的地缘政治同样暗流涌动。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对媒体表示，墨西哥可能停止向能源严重匮乏的古巴供应石油，并透露华府正在与古巴领导层保持接触。这一表态立即引发外界关注，因为在美国不断加强制裁的背景下，古巴正面临数十年来最严峻的能源与经济危机。而美国正在多个地区同时推动对被视为对手或敌对阵营国家的战略施压。川普公开形容古巴为一个失败的国家，并强调古巴已经无法再从委内瑞拉或其他渠道获得资金与能源支持。他特别指出，墨西哥可能停止对古巴的石油输送。长期以来，墨西哥一直是古巴最重要的石油供应国之一。据统计，2025年，墨西哥平均每天向古巴提供约12000桶原油，占古巴进口原油总量的近一半。由于古巴自身能源生产能力极为有限，该国发电系统、交通运输乃至航空燃料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石油，一旦供应链被切断，将直接冲击国家运转基础。近年来，美国持续加强对古巴与其盟友的经济封锁，使古巴政府难以通过国际市场购买足够能源。与此同时，委内瑞拉长期作为古巴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之一，过去通过优惠价格向古巴输送石油。然而，在华府对拉美左翼阵营采取更强硬政策后，这条能源输血渠道也受到严重冲击，使古巴能源短缺问题迅速恶化。随着盟友体系被逐步削弱，古巴电力系统频繁发生大规模停电，社会经济运转正面临崩溃风险。川普在谈及对古巴政策时，强调美国希望改善在美古巴侨民与祖国之间的联系。他表示，大量古巴人曾冒着生命危险横渡海峡逃离本国，而美国政府正在评估未来可能的政策调整，并与古巴当局保持接触。他认为双方已经相当接近某种突破，但并未透露具体谈判进展。对此，古巴副外交部长科西奥回应称，古美之间确实存在沟通渠道，但尚未展开正式谈判。他同时表示，两国之间存在许多分歧议题，但部分问题仍可能通过外交对话解决。这一表态显示，古巴方面既希望缓解经济压力，又对美国长期制裁政策保持高度警惕。
目前，古巴正处于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境之中，燃料短缺导致发电能力持续下降，食品供应与医疗体系也受到连锁冲击。如果墨西哥最终停止石油出口，古巴甚至可能面临全国性电力瘫痪的极端局面。面对潜在的人道危机，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墨西哥将基于人道立场继续向古巴提供部分援助，但这些援助将尽量避免涉及石油供应，并强调希望在不直接与美国发生对抗的前提下展开。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